铁爪作为一种奇门兵器，通过模仿野兽的爪子而打造，大多套在手上用来近身格斗。其特点是凶狠奇诡，操作起来比较困难，却拥有着不俗的威力，一旦中招必然重创。看似平静的小镇里，却有一帮无法无天的地痞流氓。平日里不但拦路抢劫，更是随意掳劫妇女。普通百姓畏惧地痞，往往对此视若无睹。但世间总有不畏邪虫的义士。车夫中间自小颇好拳脚，生来一副侠肝义胆、嫉恶如仇。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。他本想只是教训对方一番，哪知大胡子阴险狡诈，故作求饶，抽刀将他刺伤。此事过后，中间养伤许久才复原。然而他此番一举，非但无人赞赏，反而街坊邻居说他多管闲事儿。中间心中郁愤，来到学拳的武馆，馆主将他带入内堂，竟是要将他逐出师门。因为馆主知晓那地痞的底细，中间虽心地善良，却是性情鲁莽，不知人心险恶。如此学习武功，反而会迟早枉送性命。告诫他日后不得轻易动武后，将他拒之门外。待到夜市开启，无所事事的中间前来寻找二叔。此时一位姑娘从他身旁走过，如同闻到鲜味的猫一般。几个地痞口吐秽语，中间只是多看了一眼，立时便被地痞盯上，开口就要把账算在他的头上。早就不爽的中间登时暴起，眼前的地痞哪里是他的对手，三拳两脚便打得几人狼狈不堪。即便对方掏出匕首也是不惧，可一番搏斗却打坏了不少事物。摊主们不敢违抗地痞，却纷纷指责二叔叫中间赔钱。世间的荒唐乱象可见一斑。中间无奈只能回到车行向老板借钱。老板大气，直接借给他30块钱。中间欣喜赶车上路，途中却又见到地痞欺辱妇女，带着女子驾车急速远去。待赶到安全地点，中间请女子付车费，未料女子却翻脸不认人，声称是他逼着自己上车。中间无奈只好自认倒霉。回到车行，却见满地狼藉，原是地痞寻机上门报复打砸。老板气急败坏，将中间赶出车行，那借出去的钱全当喂狗。小镇地痞们背后的老大名叫冯天山，传言此人本是江洋大盗，使得一副追魂铁爪，武艺高强，纠结众多地痞流氓无恶不作。中间几次三番与他们作对，已然成了他的眼中钉。这一次他决定亲自动手。中间还是满不在乎，冯天山却是出其不意，当场废他一臂，再接几记重拳将他打趴。正当冯天山欲痛下杀手时，馆主拉下脸面，这才保住中间一命。然而冯天山睚眦必报，行事向来不择手段。此次中间虽死里逃生，但若不能习得绝顶武学，势必将难以自保。想到此处，馆主带他来到一处庙宇，进门一望，只见一名带发修行的老僧正在打坐念经。此人乃是蔡李佛拳的拳术名家，见中间一脸正气，准许他留下习武。蔡李佛拳原出少林，由少林弟子蔡福、李有山与青草和尚3位始祖共同推演而出。少林武学有僧俗之分，唯有此拳得僧俗结合之奥妙，能够修习蔡李佛拳，实乃中间的幸运。而馆主与冯天山打过照面，对方必然不会放过他，遂决定解散武馆，远走他乡。此后，中间的任务就是每日挑水，每到清晨便赶去山泉打水，走过10里，攀爬10梯，就这还要被师傅刁难。师傅取来一瓢浅尝后，直接喷了中间一脸，随手便将他一上午的努力推倒。10里山路期间不免要停下休息，师傅却说山泉水就要一路不停地挑来才好喝，水桶不满致使摇晃太多也会影响口味，命他即刻再去挑水。中间愤愤不平，想要推倒另一缸，哪知使尽气力，水缸却纹丝不动。回想起方才师傅随手便推倒水缸，这才明白师傅功力深厚，赶忙老老实实继续挑水。等到师傅终于满意，中间的基本功底也达到入门，师傅遂将蔡李佛拳的招数尽数传下，手中敲木鱼，徒弟练拳法，一生便是一世。蔡李佛拳套路繁多，内容丰富，步法灵活稳健，发劲刚中带柔。木鱼的敲击声越发急促，拳法的演练也随之加速。如此数月过去，中间的拳法已然练至大成。同时，为对付冯天山的铁爪，师傅还传他一套双刀绝技，一窍通百窍通，中间很快便已掌握。待他兴奋回到武馆，却见武馆已是破败不堪，只留下一个写满不干的血掌印。
原是冯天山心狠手辣，打定主意不肯放过馆主，更是掏出了独门武器追魂爪。馆主武艺本就不及，只能在其铁爪下不甘身死。中间知道此事必是冯天山所为，想要报警却苦于没有证据。本想边做工作边收集证据，却是只会武功身无长技，无奈之下只能向二叔借钱。二叔是为数不多关心他的人，虽是做着小本买卖，却还是咬牙借给他200块钱。中间极为感动，言称即使身死也要还这笔钱。本想买辆旧车重归老本行，恰巧再次碰见地痞们作恶，抄起一旁竹棍接连挥舞。常言道冤家路窄，这次的领头人又是大胡子，可中间如今可谓鸟枪换炮，见对方挥刀斩断竹棍，索性当作双刀，使得虎虎生风，打得一众地痞只能狼狈逃窜。回到家的中间，本想洗干净衣服，却想起借来的钱还未拿出，见钱被水浸湿，就放在毛巾上晾晒，接着便离开洗衣房。隔壁的李婷却见到钱后，顿时心生贪念，就要拿走。不想中间早已等在门口，但中间并未为难，放他离开。至于他为何一副公子哥打扮还要偷窃，只因为他看上去外表光鲜，实则背地里常常与地痞们厮混，并且欠下一大笔钱。地痞们见他还不起钱，就将主意打到了他的女友小丽身上。这日李婷带着小丽外出，而楼下地痞们早已等候多时，看着几人纷纷上楼，他却只能捶胸顿足。直到结束后，他冲到房间，小丽已是披头散发，神情恍惚，哀莫大于心死。往后10日，小丽如同行尸走肉般，整日与地痞厮混，直到某日终于被中间看到，他自小便将小丽视为妹妹。一通暴打下，李婷终于将事情说出，这帮地痞所做恶事罄竹难书。中间终于忍无可忍，指使李婷先带小丽离开。这一次他不再手下留情，手中匕首白刀子进红刀子出。大胡子想要故技重施，也被他随手缴械踩在脚下，令剩余地痞传信，让冯天山前往武馆决一死战。而另一边，看到李婷满脸青紫，众人还要报警抓中间坐牢。闻言，小丽癫狂大笑，她不是人群中的第一个受害者，却是第一个看透这人间丑恶的人。武馆中，中间还想给大胡子一个机会痛改前非。冯天山带着一个皮箱前来，趁着中间注意全被吸引走，大胡子本性难改，捡起双刀偷袭。中间却是早有防备，顺势一刀将其斩下，全当给冯天山一个下马威。接着中间脱掉上衣，使出隐藏多时的蔡李佛拳。蔡李佛拳不愧是顶级武学，拳掌腿3法合一，极具威势。招式刚柔并济，攻守兼备，即使冯天山看出他所用拳法，也依旧被打得节节败退。中间还想带他去投案，哪知冯天山为人阴狠狡诈，趁他不备，一爪刺中他的腹部。中间赶忙捡起身旁双刀抵挡，知晓自己多半难以活命，挥舞双刀攻势如风，趁对方再次刺中他的伤口，挥刀将其右臂斩下。此时的冯天山才怕死求饶，可中间挺刀刺下，终是将这个恶霸了结。后来中间死了，警察也终于姗姗来迟，借出去的200块钱变成抚恤金回到二叔手中，所有人才承认他是小镇的英雄。这世上多是人心冷漠，侠士一举却成为了另类。面对恶势力，大多数人事不关己，高高挂起，直到大难临头才会自认倒霉。而英雄总是孤独的，为了小镇的安宁，中间奋起反抗，献出了年轻的生命，其间种种显得何其讽刺。